神话故事千千万，你知道上古十大阵法都是什么吗？在各种仙侠神话故事当中，修士除了修炼境界之外，往往还有许多外物辅助。一件厉害的法宝，往往可以让人以一敌十。即便是无敌的齐天大圣，如果没有金箍棒在手，那也是战力大减。而除了基本的法宝兵器之外，丹药符箓都是一门通天大道。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，凡人吃了直接成仙。茅山道士的各种黄符，对付僵尸可是非常好用。而阵法同样是一门大学问，同样也是神仙中人最厉害的技能。一个无敌的阵法，能让修士成为万人敌。上古十大阵法第一位，九曲黄河阵。这个阵法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。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此阵遍布黄沙，能够消磨神仙本源。12金仙联手破阵，却被削去三花武器，法力尽失。要知道这12个金仙可不一般，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之一，元始天尊的亲传弟子，代表的是天地之间最强大的几个势力。阐教的牌面，封神时期的天庭还是空壳，三教弟子就是洪荒大地的唯一主宰。元始天尊一直都是自诩精英，瞧不起截教的万仙来朝，但自己最厉害的弟子被三笑娘娘一网打尽，脸皮怎么也挂不住，直接亲自出手一大七小。所谓的圣人境界，其实和凡人的心态也没什么区别。三笑娘娘乃是截教的顶尖弟子之一，老大云霄更是准圣巅峰的大能，无论修为还是道德，都是已经达到圆满，只差一个契机就能成就圣人之位。不过很可惜，类似的神仙不少，最后一步也不是那么容易踏出去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拥有九曲黄河阵的三霄娘娘，在洪荒大地之上，也能称得上一句圣人之下无敌。哪吒、杨戬、雷震子这些鼎鼎有名的存在，榜一切也打不过。此阵法号称圣人之下第一阵法也不为过。上古十大阵法第二位，诛仙剑阵。如果说九曲黄河阵是圣人之下最强，那么这个诛仙剑阵就是圣人等级的较量。此阵可谓是天道第一杀阵，杀伐之力恐怖无双，大罗金仙进去片刻之间就魂飞魄散，只有4大圣人联手才能破除。要知道洪荒世界的圣人一共就只有7位，红军老祖高高在上，女娲娘娘一世独立，只有剩下的佛道两家互相争斗。圣人这个境界已经是无敌的存在，哪怕是先天至宝也不能动摇他们心智。互相争斗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人间势力的归属，也就是他们弟子的争斗。在这方面，通天教主可以说是独领风骚，截教弟子能单挑剩下所有。于是几大圣人丢了面子，就委由通天教主。诛仙剑阵原本是一对也无敌，但奈何4大圣人不要脸，通天教主也只能遗憾落败。紧接着就拿出10大阵法第3位，万仙阵。截教号称万仙来朝，这万仙阵就是所有截教弟子一起出动的阵法，威力也是不同凡响。上万仙人汇聚一堂，那力量想想都非常的恐怖。万仙阵一战，通天教主很有信心，即便刚刚被毒打了一顿，但圣人就是非同凡响，自信这一次可以逆袭，而结果却是悲催的。截教弟子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还有的被驯服成为坐骑，可谓是彻彻底底的失败。万仙阵虽然厉害，但敌人实在是太多，对抗全世界的神仙一点也不实际。上古10大阵法第4位，斗天神杀大阵。这个阵法可不得了，能够召唤盘古大神的肉身，一念之间开天辟地，就算是已经合道的圣人也不敢正面对抗。这个阵法是曾经的洪荒霸主巫族的核心阵法，12位顶天立地的祖巫神通广大，凭借这个阵法占据洪荒大地，无论是龙凤麒麟还是先天神魔都不敢正面对抗。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统合亿万种族的妖族。妖族是一个统称，里面的种族可多了去了，各种动物、植物、神兽、魔兽，既有身形庞大的鲲鹏，也有拇指大的蚂蚁，可以说绝大部分种族都包括在妖族当中。但即便如此，也只是和巫族势均力敌，由此可见巫族的可怕。而核心就是盘古大神的身躯，只要12祖巫存在，巫族就永远不可能灭亡。对了，对付强大的巫族，妖族天地参悟混沌至宝，结合万千星辰，布下10大阵法第5位，周天星斗大阵。此阵以太阳和月亮为阵眼，融合所有星辰之力，再加上帝俊和东皇太一的强大修为，以圣人眼馋的混沌至宝东皇钟为核心，足以匹敌盘古大神的身躯。当时的洪荒大地都是巫妖二族的战场，普通的生灵苦不堪言，隐藏的先天神魔也是敢怒不敢言。于是在各种强大神魔的阴谋下，公公祝融闹矛盾，撞上不周山，世界濒临毁灭，巫族也随之元气大伤，妖族一起同归于尽，巫妖大劫就此罢休。上古10大阵法第6位，十绝阵。金鳌岛十天君的拿手阵法，里面包含了寒冰烈焰、烽火雷电，堪称是寻常修士的阵法巅峰，让姜子牙也是头痛了好长时间。基本上每一个阵法都要送进去几个炮灰，
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地破除阵法。要知道姜子牙身边都是阐教的精英，而金鳌岛十天君在截教根本算不得什么。这么对比下来，十绝阵还真的不差。虽然没有前面几个毁天灭地，但一般是神仙也是进去就完蛋。十大阵法第7位，血海大阵，盘古开天地，血液化江河。另有一块乌血化作洪荒血海，是洪荒最邪恶污秽之地，冥河老祖诞生其中，炼就4亿8千万血身子，布下血海大阵，吞噬天地万物化及肉身元神，那是非常凶残。冥河老祖号称圣人之下最强者之一，血海大阵正是他所创的强大阵法，凭借特殊的地形优势，创下了血海不枯冥河不死的神话，就算是圣人都不会轻易找他麻烦。可以说冥河老祖也是3界当中横着走的存在。他有只宝叶火红莲，杀人不沾因果，还因为模仿女娲造人创造阿修罗一族，得到不少天道功德。如果有人击杀他，那就必定会遭到业力反噬。冥河老祖坐落于血海大阵之中，也是有小无敌的称号。上古10大阵法第8位，两仪微尘阵，混沌生两仪，世间分阴阳。两仪微尘阵乃是出自太上老君之手，是为了演化太极阴阳大道而创造的阵法，以先天至宝太极图和玄都至宝混元仪器太清符为阵眼摆下，圣人之下无人可破。而如果是太上老君用太极图亲自摆阵的话，即便是圣人入阵，如果没有至宝的话，也很难破阵。不过老君基本上没有用此阵斗过法，而是在阵成之后传给了记名弟子长美真人，并将混元仪器太清符也一并赐给了长美，成为日后蜀山剑派的镇山大阵，威力无穷，坚不可摧。上古10大阵法第9位，五行阵。虽然听起来平平无奇，但这个阵法可不一般，可以说是天然诞生的阵法，必须用天地五方旗这5件先天灵宝布阵，据说可以困住圣人。但可惜这5面旗子，每一面都是赫赫有名的宝贝，从来没有人能集齐。姜子牙身为封神的牌面，也只有中央杏黄旗这一个，此宝号称金莲万朵无可破，防御力是1等1的高。姜子牙凭此不知道逃过多少危机，可以想象一旦5面旗子集齐，发动五行大阵，威力绝对不容小觑。和诛仙剑阵应该在伯仲之间。上古10大阵法第10位，混元河洛大阵。这个阵法是从河图洛书当中领悟，河图洛书乃是上古先天至宝，能够推演天机，预测未来。以此宝布下阵法，可以预测洪荒大地的变化，无论在什么世界，时空法则永远是最高的哪一种。如果通天教主能预测未来，截教弟子也不会死伤惨重。由此可见这个阵法的厉害。在上古洪荒无数阵法当中，这个混元河洛大阵都是排得上号的。上古10大阵法个个威力不凡，那么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